97年金融危机到现在都快30年了，没想到美国的资本家还是不放过我们亚洲，终于还是发动了追击。而毫不夸张的讲，如果这一次我们输了，只要你生活在亚洲，我们的经济将会至少倒退10年。前段时间不是很多人抱怨赚钱变难了吗？那么未来10年，这些人思考的就不是什么赚钱了，而是最简单的要不要活下去，还有如何活下去。大家好，我是扫医生。聪明一点的人应该就闻到血腥味了。你会发现，大家最喜欢去的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地区的货币，也就是钞票，都无一幸免的疯狂贬值。那个日元、越南盾还跌到历史新低啊！而货币贬值就等同于资产要打折贱卖嘛。就好像大家最近都抢着去日本买 LV 买 Chanel 一样，日本的奢侈品呢，现在几乎是最便宜的。所以如果你不想你的股票后面再打折贱卖，亏得更多的话，你最好呢就是现在就把它给卖了。也因为这样，所以亚洲的资本市场呢就已经被学习了，每个国家的股市都开始疯狂暴跌了。而我们之前买的无论是什么黄金啊、比特币还是美股，最近都卖了，原因也是一样，已经出现了很多可能会下跌的警告。但很奇怪的是，亚洲里面有一个地方的股票不仅没有在这段时间暴跌，反而还不断的上涨。过去几年一直在做空和唱空这个地方的美国资本家呢，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最近却跑出来说，这个地方受到的金融风险呢已经慢慢缓和了，相信这个地方的股票会开始出现反弹了。而这地方呢，就是最近被誉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香港。这现在好像就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之前在各个地方资产暴涨所赚到的钱都抽走了，然后一转身投去一个连本地人都不愿意待、大量移民的香港。而每一次我们都不难发现，只要这股力量把钱投进去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资产都会暴涨，然后呢就会暴跌。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欧洲，现在的亚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抓住这一次香港资产暴涨的趋势，然后在暴跌之前提前的离场，那么就算亚洲货币的守卫战宣布投降了，就好像当年金融危机从上到下谁都不能保护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至少还能够自保，对吧？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掉入这个世纪最大的陷阱，如果你希望众人破产你独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忘了，错过了经济复苏的暴富时机的话，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的可以无限重播，跟着来做。好了，首先为什么美国的资本家要让全世界的货币和资产都暴跌贬值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货币不值钱了，股市崩盘了，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就算什么都不做，他们的财富都将会被无形的掠夺，转移到少数人的手上。你思考一下，你辛苦打工存到的钱呢，它贬值了，甚至变废纸了，那你是不是瞬间一无所有了？那么如果你聪明一点的话，之前有把钱投进去股市，但是现在股市也崩盘了，你是不是也一无所有了？所以无论你做与不做，你的钱都会被无形的偷走。那有人亏钱就有人赚钱嘛，这些钱到底是被谁掠夺的呢？就是做空的人。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普通人买股票是这样的，50块买100块卖，里面有50块钱的差价，所以就赚钱了。而做空就是今天一只股票100块，我卖掉之后呢，它跌到了50块，我把它再买回来，这样呢也同样能够赚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股票是你借给我的，比如说今天你借了我1万股，价值100块的股票，我手上呢是不是就有价值100万的股票呢？然后呢，我就把它们全部卖了，我手上直接就拥有了100万。而当我卖了之后呢，这个股价居然就跌到了50块，也就是说我只需要拿50万就可以买到1万股。那 OK， 我从手上的100万拿50万出来，把这1万股买回来，然后就把这1万股连带借你股票的利息呢直接还给你。也就是说，做空其实就是跟你的债主对赌，你做空的就是赌股票会跌，你的债主就是赌它会上涨，甚至是不涨也不跌。因为很简单，我借你的时候呢，股价只是100块，但是你还我的时候呢，如果股价涨到200块了，我还可以收你利息，那我就赚爆了。就算这个股价不涨也不跌，你也要亏掉这个利息给我的。所以做空的风险呢是很大的。
因为你赢的机会呢只有1/3，就是只有股价下跌你才能够赚到钱，甚至说如果股价下跌赚到的钱跟你要付的利息是一样的话，你也赚不到钱。但是一旦做空成功呢，赚到的钱却是最快和最多的，因为同样是赚1倍的利润，你买入股票，然后等到股价从100涨到200，可能是需要3年的时间，但是你做空股票，股价从100跌到50，可能只需要半年，甚至说3个月的时间。而对于某些势力来说，做空反而是风险最低的、赚钱最快的方法。为什么呢？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啊。当时的英镑被一个姓乔治的美国人追击做空之后呢，英国呢就直接推出了欧洲汇率的体系。这个人在这里呢就赚了10个亿，我说的是美金，而且是92年的。以前的世界货币是英镑，现在就不是了，变美元了。然后过了2年呢，这个人又做空了墨西哥的货币，直接让墨西哥的金融体系倒退了5年。然后再过了3年呢，这人又开始在东南亚发动连续的追击，直接掠夺走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财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等的国家呢，他们几十年存回来的外汇，也就是国库，都被洗劫一空了，所以就引发了东南亚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经济呢就直接倒退了几十年。这姓乔治的人呢，就是索罗斯。这人就好像蝗虫一样，所到之处的财富都会被他吃光吃尽。他赚钱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先借了大量你那个地方的货币，然后再大量的卖掉你那个地方的货币，换成这个美元，让你这个地方的钱呢变得不值钱。这时候你那个地方的资产价格呢就会直接打折。比如说1000万的股票，以前我要用100万美元才能买，现在只需要50万就能买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自己的股票继续大幅度贬值的话，就必须要卖掉股票，然后把这钱呢兑换成美元来避险。而这时候无论是股票还是你那个地方的货币，都会被你自己国家的人大量的抛售。那么索罗斯不但做空了你那个地方的货币，还会提前做空你那个地方的股票，所以你们就会成为了索罗斯赚钱的推进器。你越卖，他赚的钱就越多。简单来说，就是先做空一个地方的货币，让这个货币崩盘的情绪蔓延到股市，然后再做空那个地方的股市，高卖低买赚钱。所以当时这个索罗斯弄完了欧洲，再弄完了东南亚之后呢，97年就转战到香港。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当美元升息之后，全世界的人都会把钱兑换成美元，然后存到美国的银行收利息，因为利息高嘛，不用做也能躺着收钱。也就是说，等于全世界的人呢都在抛售自己国家的货币，然后买入美元。这时候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就会贬值，而美元呢就会升值。这些国家的资产呢就相当于打折，加上这个疫情啊、俄乌战争啊，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呢就出现了一轮快速的暴跌。而这时候美国的资本家就会拿着大量回流而且升值的美元，在全世界疯狂的买，疯狂的大量扫货。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连失落了30年的日本，他们的股市和房市都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现在的做空提供一个前提啊，就是把全世界资产的泡沫吹大，然后再主动的刺破这个泡沫，这样才可以引发大部分人的恐慌，然后跟风的贱卖资产。很简单，比如说一只股票只值100块，但是你把它吹到200块，那么当它要跌下来的时候呢，才发现180块没人买，150块也没人买，甚至跌超过100块，连80块、50块都没人买的时候呢，做空所赚到的钱才是最多的。所以继欧洲之后呢，最近我们整个亚洲，无论是日本、印尼还是菲律宾的货币，都受到国际资本大力的做空。甚至最近美联储直接说可能不降息了。我们之前赚的比较多的，但后面卖了的比特币啊和黄金啊，现在都已经出现了下跌的信号。全世界的货币只有美元一直维持在强势。美国背后的资本家呢，目的也很简单，就是维持美元霸权。因为过去的几年，美国就是不断的在印钱和借钱，然后呢就不断的买入其他国家的资产，让自己变得富有。比如说韩国人想要发财，就只能进三星这种少数的大集团。但是三星最大的股东呢，现在就是美国的资本。这时候他们的精英辛苦的上班，最后所赚到的钱呢，都是进入了美国人的口袋。但是这种印钱和借钱去买人家资产的套路呢，就会造成他们的美元货币贬值，而且负债增加。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想要用美元了，这负债呢也还不太清了，
这时候美国的资本呢就必须要找军费来维持这美元的强势，还有维持这个国债不会爆，让大家不想用也必须要用这美元，让美元永续霸权。而方法很简单，就是靠剪羊毛和做空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投资，就是因为辛辛苦苦赚来的货币只会一直不断的贬值，你越努力了，你的钱就越不值钱，那还玩什么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钱兑换成资产，让资产帮我们生出更多的钱。而投资为什么是需要学习的呢？很多人以为资产要不就是涨，要不就是跌嘛，所以赚钱的概率是50%。但比如说我们同样买入一只股票，我们买的时机不一样，卖的时机也不一样，买多少卖多少，涨的话什么时候卖，跌的话什么时候卖，每个决定都不一样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去学习，你长期下来能赚到钱的概率其实是低于10%的。你可能前天赢了，后天呢又把所有的钱都亏掉了。而决定你赚钱还是亏钱的，并不是靠什么新闻啊、内幕消息啊，更不是靠什么基本面、财报之类的，而是靠你知不知道如何在价格上涨和暴跌的趋势里面最低风险的进场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们玩的是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我们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也只是亏1块。当很多人说我之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我的课程，来，我们结个缘，接下来我送你们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好了，为什么全亚洲的货币和资产都贬值了，唯独香港能够独善其身呢？因为香港很早就已经被做空了。18年的时候呢，美国正式宣布贸易战开始了，那时候的港股就直接暴跌了2年。但你没有想到，港股居然在疫情的时候是疯狂暴涨的，原因就是美国在那段时间疯狂的借钱和印钱，而香港就是一个允许美国资金流入的地方，所以美国的资本家在那个时候呢，用大量的资金抄底了香港的股票和资产。还是那句话，一切做空都是源自于资产暴涨的泡沫。所以你会发现，1年的时间，当资本家买的差不多了，把港股推升到极致的时候呢，港股就是时候被做空洗劫了。港股这1年暴涨的泡沫就是时候要被刺破了。注意听了，因为做空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现在很多地方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就是当港股涨得最好的时候呢，当你香港人都在闭着眼炒股赚钱的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就偷偷断了你香港人的财路。然后一旦香港人睁开眼睛发现股票暴跌了，自己以前最赚钱的方法都不再赚钱了，那么就会跟着恐慌的卖掉股票套现，因为需要拿着钞票来维持生计嘛。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香港以前那么赚钱，无非就是靠4个方法嘛。第一个，进出口，也就是不断的运中国的东西出去，运世界的东西进来，当个中间商赚钱。所以美国就直接加你中国的关税。中国的东西呢，之所以对全世界那么吸引，便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加了中国的关税你的东西都不再便宜了，甚至还有点贵了，那么就不太吸引了。另外，美国升息了之后呢，美元不断的升值，人民币不断的贬值，中国人去买外国的东西呢也变贵了。加上这疫情所以没有人经过你香港做买卖，香港的进出口生意就不太好嘛。那没关系我们香港还有旅游业也是很赚钱的。但是问题来了，疫情本来就很少人会去香港玩嘛，导致了香港很多的门店都关了，生意呢也做不下去了。而疫情之后呢，美国又疯狂的升息了，美元升值的时候，港元也跟着升值嘛，因为港币是跟美元挂钩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东西都变便宜了，唯独你香港和美国的东西就变贵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香港人都不在香港消费了，一到休息的时候呢，就有一大批的香港人过去内地消费，因为人民币便宜香港的店也关了不少，选择也变少了。而一到假期呢，香港人就会飞去什么日本韩国甚至越南、泰国，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也贬值了。同时，连内地人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人呢，也不是很愿意去香港玩的，因为去香港就好像现在去美国一样，很贵嘛，那还不如去美国呢。所以每个人进来消费，住那边的人呢也出去其他地方消费了，
加上疫情本来打击就很大的情况下，香港的旅游业也没那么赚钱了。但还是没关系的，香港还有房地产嘛 ，OK， 所以美国就直接升息。你香港要不要跟着升息呢？如果你不跟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卖港币买美元，然后把美金存在美国银行收利息。这时候你港币就会相对美元而贬值。但是你港币一直以来都是要跟美元挂钩的嘛。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只要拿着1块美金，就可以换到7.7块左右的港币。要维持这个利率呢，你香港就必须要在港币贬值的时候动用到外汇储备，也就是把存在香港钱箱里面的美元拿出来，然后拿美元去换回港币，等同于卖美元买港币，这样才能维持港币跟美元稳定的汇率。而一旦你钱箱里面的美元都被掏光了，没有人再拿美元出来换港币的时候呢，这港币就会贬值，然后就会崩盘。所以香港的银行虽然钱是很多的，明明应该降息鼓励大家借钱才对的，但是为了避免港币被做空和崩盘的风险啊，那就只能跟着美国升息了。而升息呢，就是代表不鼓励大家借钱嘛。那么本来借了钱买房的人，他们每个月的利息成本就会瞬间的拉升，再加上香港很多人都移民了，很多人都是卖房移民走的，所以香港的房价呢也出现了下跌和调整的。很多的房子都有卖不出去的情况，房子卖不出去，那些什么设计师啊、律师啊、房仲的生意呢就变差了，那些开发商、建商的生意呢也变差了。而香港政府收入最大的来源呢就是靠卖地的，那房子卖不出去了，谁还会在香港买地啊？所以香港政府的收入就减少了很多。但还是不怕了，因为香港最赚钱的就是金融，香港可是国际金融中心呢。OK， 美国的资本家直接让美国的企业撤资香港。以前巴菲特不是很喜欢中国的比亚迪吗？巴菲特不是很喜欢长线投资吗？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卖掉大部分的港股，很多的基金啊、商人啊、投资人啊都撤资跑了。然后还不够，美国直接制裁中国上市的公司，说什么华为啊、小米啊这些手机公司秘密的在研究军事设施，什么 TikTok 啊在收集美国人的隐私等等。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黑名单，把中国很多的公司都放进去，不跟他们做生意，打压他们的生意之类的。那么香港大部分上市的公司呢，都是中国的公司。这种情况下，钱不流进去香港投资，香港上市的公司呢，又有这种被制裁的风险，其他公司呢就更不敢来你香港做生意和上市了。所以我香港以前很风光搞金融的朋友了，现在都失业了，居然就问我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把房子租给他。那么当这些香港以前最赚钱的方法都变得不赚钱了，做空和推倒你香港的股票不就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吗？所以港股在21年之后就直接暴跌了 50% 左右。如果我做空，我在港股100块的时候卖掉，在跌了 50% 的时候，也就是50块的时候买回来，然后连股票带利息的还回去，也就是50块买100块卖，那我的利润就不是 50% 了，而是 100% 了，也就是1倍了。那为什么要做空香港的股票呢？因为美国要在贸易战摧毁中国，第一步就是断了中国向世界融资的方法，而香港呢就是这个方法。这些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讲啊。但也就是因为香港在比较早的时间被做空了，现在当全世界的货币和资产都贬值的时候，把钱投进去香港反而是最安全的。首先，中美贸易战已经到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了，无论谁赢了，有些事情还是蛮肯定的，就是美国通胀的问题了，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升息，这是治标不治本的，而是说要降低对中国的关税。很简单嘛，当初是因为加了关税，然后才通胀的，现在不想要通胀了，是不是就是要取消这些关税呢？然后升息都升了这么久了，通胀不但没有打下来，甚至有时候还严重了。所以升息的真正目的呢，是拉爆全世界，而缺点呢也很直接，就是让美国自己欠越来越多的债。我借了你的钱，这些钱呢本来就是还不起的，那么现在呢我还主动要还你这个债主多一点的利息，那这个债就有可能会爆，也就是会有债务危机。那么美国这个债务危机呢，现在就只能拖，基本上是还不了了。而这升息的时间越长，拖的时间呢就会变得越短，因为我们现在每过1秒钟，美国不知道就要欠多少个亿的债了。所以除非他想要爆，然后跟全世界抱着一起崩盘，不然的话呢，他必须要想办法软着陆。软着陆你这样理解，就是降息的时候美元就会贬值嘛，贬值有2种，
一种呢就是瞬间像跳楼一样的疯狂贬值，简单来说就是美元会崩盘，这个呢就叫硬着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慢慢的贬值，这就是软着陆。所以美国的资本家为了要让美元慢慢的贬值，他们现在玩的就是先拖垮其他国家的货币，因为当其他国家的货币都贬值了，黄金啊、比特币啊那些美元的替代品都贬值了，美元就会自动的升值。而这时候美元在慢慢的降息，就可以有一个软垫，不会一下子让美元疯狂的贬值。而且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时候呢，还可以做空收割一波汇率和股市，这些呢可以看之前的影片。而不管中美贸易战存不存在，美国的资本家玩的游戏呢，就是不断的借钱和印钱，然后用这些钱来掠夺走全世界的资产。而这个游戏的前提呢，就是长期的低利息，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谁胜谁负，降息依然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早一点和晚一点罢了。而到那个时候，大家存在银行的利息变低了，借钱的成本也变低了，钱自然就会从银行流出来，各项的资产呢将会重新的上涨。那为什么是香港的股市和房市都在出现强烈的反弹呢？第一，亚洲的货币和资产呢都是在贬值的，钱都被抽走出来了，那要投资什么地方呢？汇率首先一定要是稳定的，而香港的汇率呢是跟美国挂钩的，所以香港的资产呢现在反而是有那种避险的属性的，因为它不会受到汇率的贬值，导致这个资产贬值的风险。第二，这个港股都暴跌了这么多了，很便宜啊，很多人美国资本呢瞬间就来了个180度的掉头，最近都在抄底和唱多香港的资产，因为很多的股票确实也被低估了。在这种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很多的公司呢都依然能够很赚钱的，甚至说有所突破，但是他们的股价依然还是很便宜的，这就会吸引到很多的资本家来投资。大家出来混都是求财嘛，现在制裁中国的企业，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不可否认，中国依然还是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钱多人多，很多人就想要赚这个人民币。难道美国的资本就一辈子不想要赚内地人和香港人的钱吗？第三，既然想要赚内地和香港的钱，那未来的上海、深圳能不能取代香港呢？想都不用想，不可能的。你觉得外国人想要买中国公司的股票，他们会买港股还是买内地的 A 股呢？这个香港早就已经把自己的金融体系完全的融合到了全世界了，并且它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汇率呢又稳定，进出了又自由，限制呢又比较少等等。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想要输出到全世界或者向全世界融资，就只有一个市场，也是唯一一个市场，就是香港。今天你拿着港币，你可以兑换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货币；你拿着香港的护照，你可以全世界不需要签证到处去旅游，甚至说你拿着香港的驾照，你都可以在全世界自驾游。但内地呢就有限制，你去香港开家公司呢非常的简单，报税那些呢也非常的简单。第四，香港现在不怎么赚钱了，这只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美国一旦降息，香港银行里面那些大量被封印的存款会不会流出市场，重新的做投资呢？因为很简单，现在存钱在香港银行的利率呢是4%到5%左右，但是现在你买套房，租金的回报率呢都涨到4%到5%了，这时候你是愿意买房还是存钱呢？选择存钱的话，将来降息，你这个利率呢就会跌回以前的1%到2%，而且一旦降息，香港就会跟着美元相对来贬值。来香港呢就不会再那么贵了，旅游业就会好起来了。加上香港取消了很多买房的限制，中美贸易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恢复跟中国做生意，那么香港进出口的生意就会恢复了。所以我猜这些呢就是很多美国资本都转变态度投资香港资产的原因。但是我们做投资的并不需要猜啊，也不需要对香港乐不乐观的。如果靠这些也能赚到钱呢，那就太扯了。我自己对港股的态度依然只是观望为主，不会大举买入的。很简单，因为香港只是有离开熊市的迹象，不代表它进入了牛市。你可以看到港股大盘只是刚刚突破了紫色的这个下跌趋势的通道，那么这不代表它会涨，有可能会继续的横走，又或者掉头下跌也有可能的，因为它暂时还没有进入到牛市。很简单，如果你有看我的股票投资班，现在港股橙色的那一条150天平均线还是在黑色的200天平均线之下的，
代表最近150天买入港股的人，他们平均花的钱都比最近200天买入港股的人平均花的钱还要低啊。简单来说，你昨天买入是10块，今天你只愿意花5块去买，那你是看好还是看差呢？看差嘛。所以最近150天买入港股的人都是看差港股的，但是最近这个差距呢就越来越少了。就是你昨天花10块，你今天虽然只愿意花5块，但是明天你就突然愿意花8块、9块甚至10块了。所以港股确实是在变好，但现在绝对不是牛市，赚钱依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只会在牛市赚最简单、最快，而且是最多的钱。在股票投资班有详细的讲为什么不抄底，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盯盘，为什么我们可以精准的捕捉到趋势，为什么我们赚的钱越多，承担的风险就越少，这些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抄底，越便宜越买，然后呢越亏越多。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还是那句话，等一下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而现在这番话呢是我对我弟子讲的，我透露一下，虽然说暂时还没有确认港股就是牛市，但有些股票呢却可以跑赢大盘。我自己呢也偷步的买入了一只股票，就是小米。我周四的时候呢，在它突破17.6港币的时候买入，周五呢它就涨到了18.2左右了。但是如果你是我的弟子的话，你不要学啊，因为我是手痒了，几年都没有玩过港股了。我自己呢止损是设置在17.1左右，也就是说我的风险是3%左右，不到4%。这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笔好的交易，我亏就亏3%，但是我赚的话就有可能赚15%以上。因为小米下一个压力位就是在20块左右，而且它比其他的股票更早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长期上升的趋势，跑赢了整个港股的大盘。所以我先布局了50万港币的筹码，小试牛刀。至于其他原因呢，你们自己可以找出来当作是练习，那我就不多说了。其他人如果是听不懂的，可以先看免费的投资班。但声明一下，我并不推荐大家在此刻买入港股，因为港股依然不是牛市，只是在反弹。如果这小米呢后续掉头下跌了，我也会毫不犹豫的止损。但是港股却是目前除了美股最值得关注的市场。我自己已经把之前买的黄金、比特币和美股赚到的钱套现了，等待更多的机会一举买入。所以如果你错过了黄金，错过了比特币，错过了美股，你不想再错过资产复苏的暴富时机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走进我的股票投资班。最后我想要对香港人说一句，这几年呢你们都辛苦了，现在经济上呢终于看到一些希望。虽然说我不住在香港啊，但是我还是想要跟你们说一句加油。好了，下一集的影片呢将会是重中之重，因为有更多的布局和真相将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希望各位可以为我撑腰，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